东京奥运会落幕，红旗放话，送奥运冠军们人手一辆 H9。在奥运营销上，各大企业不甘示弱，百米飞人苏炳添受小米邀请为手机代言。这让我想到，之前小米搞的跑步比赛，终点总有人摔跤，雷军总拿第一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苏炳添和雷军跑，谁会赢？有时不得不佩服，雷军绝对是个营销鬼才。会场 IOK 能花200万改 logo， 还坐在300万的迈巴赫上调侃，为啥大家都喜欢在车上自拍啊？后来网友扒出，雷总除了迈巴赫外，自己还有辆卡宴平时开，逍遥自在。当然，卡宴在 SUV 界就是个奇葩，车友都惊讶，一辆 SUV 能有这性能。卡宴2021 Turbo GT 版，最大功率640马力，100公里加速只要3.3秒。谈及卡宴，很多人都会疑惑，保时捷不是做超跑起家的吗？为什么也要造 SUV 呢？保时捷911、918车型都是以数字命名的，为什么到了 Boxster 卡宴就开始用字母命名了呢？1998年对于保时捷来说，绝对是能进编年史的一年。这一年，一代汽车巨匠费利·保时捷逝世，也是在这一年，魏德金宣布保时捷进军 SUV。这2件事迅速传遍全球，引起车友圈广泛吃瓜。公众和媒体纷纷对保时捷要造 SUV 这件事提出质疑：你个造跑车的怎么这么不务正业？保时捷的 SUV 肯定没有灵魂。当时不知咋的，全球车企突然就掀起了一波 SUV 热潮，德国几大车企纷纷下场，杀入豪华 SUV 市场。奔驰单走一款 ML， 宝马打出 X5 跟上，大众看着手里的途锐准备梭哈。保时捷则在群里说：“大哥，我能玩玩吗？”那会儿保时捷还不像现在这样财大气粗，众多车企都在群里打出一个呵呵，为啥一个个都要杀入豪华 SUV 市场呢？其实说白了还是太挣钱了。根据统计，最早入场的奔驰 ML 第一代，在其产品的生命周期里总共卖出了60万台，而晚一点入场的宝马第一代 X5 整整少了10万台。02年日内瓦车展，保时捷还真把 SUV 就造了出来，车名为卡宴。车媒看到卡宴时都惊呆了，这他妈的绝对是捣乱的是吧？一辆最不像 SUV 的 SUV， 你告诉我这是 SUV？ 我问你这是 SUV？ 你要这是 SUV， 我肯定买啊。当时媒体之所以发出这样的感慨，是因为卡宴真的太像加大版的保时捷了。不仅如此，还完美继承了自家跑车的所有优点，出色的操控性和强劲的发动机一个不差。光基础版的卡宴都有 3.2 升 V6 发动机，最大功率250马力，100公里加速 9.7秒，更别说 Turbo 版了，最大功率提升至450马力，100公里加速只要 5.6秒。到了06年，保时捷又推出 Turbo S 版，4.5升双涡轮增压 V8 发动机，最大功率提升至521马力。大家本以为这就是保时捷最后的大招了，感慨这下保时捷一定江郎才尽。谁知到了07年，又全面升级了一遭，不仅优化改进了外观，还将牙膏起爆，把发动机全升级了一遍，标准版提升至290马力 ，S 和 Turbo 版排量提高至 4.8 升。卡宴 Turbo S 版凭借其强悍的性能，毫无悬念地成为了当时最快的原厂 SUV， 并且媒体还将其评为运动基因最纯正的 SUV， 这让喜欢追求新鲜感的人对其充满了兴趣。身为保时捷重点市场的漂亮国 ，Turbo S 还未发售就已经有了1200辆的订单。在02年到10年这段时间里，卡宴全球累计销量超过27万辆，让保时捷一举成为了利润最高的超跑车厂。而这一切的成功完全可以算在当时的 CEO 温德林·魏德金头上，像 SUV 进军和一改保时捷的命名方式都是他提出的。别看保时捷现在贼挣钱，92年魏德金还没上任那会儿，保时捷差点把自己玩死，公司正在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，全年销量不足往年的1/3，仅有14362辆，再加上911、944、968、928这4条吞金巨兽般的生产线，导致当年的亏损达到1.33亿美元。魏德金在接手这个烂摊子之后，首先整体裁员1/3，叫停一切可能不挣钱的项目，比如 Carrera GT， 然后开放工厂为其他车企代工，奥迪 RS2 就是其中之一。最后将1000多家供应商砍至300多家，这才勉强稳住公司。但也仅仅是稳住，如何盈利让公司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。对此，公司高层们进行了一次探讨，有部分高层觉得应该开发一款不同以往型号的保时捷，让世界再次看到保时捷的实力。偷偷说一句，这就是保时捷989。魏德金听到这个提议，人都傻了，我们家都快没了，你还搁这野区打野呢？他认为保时捷应该以现有的零部件为基础，凑出一辆看上去更年轻的车型，并且要让人一眼认出这是保时捷，在价格上更亲民。费利·保时捷曾经说，独立自主是保时捷的态度，不去做别人期望的车，而是做我们觉得对味的车。保时捷必须小而独立，否则只会造出没有灵魂、缺乏鲜明特质的车。所以听到这个方案，其他高层也是傻的，这不就是让保时捷做出违背祖宗的决定吗？
做出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。但更吓人的是，这个决定还不止一个。魏德金还发现，美国本土车型大多喜欢用单词命名，因为美国的有钱人都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癖好，会以掌握好几种语言为荣。要是懂小语种，那品味直接高了几个境界。这也是为什么02年的卡宴单词取自西班牙语的原因。所以这款针对年轻市场的保时捷，最终被命名为 Boxster， 也是史上第一款用单词命名的保时捷。卡宴是第二个。果不其然 ，Boxster 的概念车在93年北美车展亮相时，受到漂亮国年轻人们的大力追捧，无论是名字还是车型都非常符合他们的审美。这一波直接让当初还不带福气的高层瞬间全员立轮，给我按照概念车的样子1比1的造出来。果然在挣钱面前，灵魂显得多么的苍白无力。为了能让 Boxster 尽快量产，魏德金可没少忙活，先请前丰田汽车公司高管组成的咨询团队来对公司进行整体优化，然后把自家的工程师派往日本彻底学习如何降低成本和提升效率。最有意思的是，他们把这套方法学透以后，转头魏德金就自己开了一家保时捷咨询公司，专门为中型企业提供持续改进效率的咨询服务。鲁迅说过，读书人的事儿能算偷吗？95年车都还没开始卖，公司就开始盈利了。96年 Boxster 量产版本正式发布，年轻人在欢呼，保时捷在庆幸。Boxster 不但让保时捷的销量翻倍，还让保时捷的市场年轻化。Boxster 对于保时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此后10多年里，魏德金凭借 Boxster 和卡宴让保时捷成为了利润最高的豪华跑车制造商。当然，魏德金也很自然的就成为了德国薪资最高的职业经理人。在保时捷最鼎盛的时候，保守年收入就有9000万美金。库克直接哭了。当然，调侃归调侃，魏德金在大众收购案之后，拿着5000万的赔偿金下课了。原来人上人也会有职业危机。好，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喜欢的可以关注三驱兄弟，为你讲述更多汽车故事。我们下期再见。